大家好，隧道的用途少说也有几十种。用于越狱逃亡目的的隧道，虽然经常是电影中的情节，但现实生活是非常罕见的。由于监狱的特殊环境，被关押者要在没有图纸和机械的前提下，还面临看守的巡视风险，能成功挖出一条逃生隧道，确实是异常困难的事情。下面我们就来回顾二战历史上最著名、最不可思议的拉夫特3号战俘营的大逃亡隧道的挖掘故事。这绝对可以说是一部极端的隧道工程生存指南。1942年，德国人为了关押那些最会惹麻烦、最喜欢越狱的盟军空军军官，特意建造了拉夫特3号战俘营。德国人非常自信，声称这里是绝对防止逃跑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从工程和地质学角度来看，这里简直是挖隧道的噩梦。首先，地质条件极度恶劣，战俘营建在松山的黄沙地上，这种沙土易塌方，而且最致命的是，表层沙土是灰黑色的，但只要往下挖不到1米，全是鲜艳的黄色沙土。战俘身上只要沾上一点黄沙，在黑灰色的地面上就像个发光的人形灯泡，瞬间就被守卫发现。其次，防监听系统，德国人在战俘营四周的地下埋设了高灵敏度的地震仪，只要你在地下敲敲打打，声音会立即放大并传到警卫室。最后，所有的战俘营房都被架空在离地半米多高的柱子上，守卫只要低头一看，就能发现有没有人在地板下挖洞。在这样的地方挖隧道，简直是自掘坟墓。但盟军战俘们的总指挥，代号大 X 的罗杰·布谢尔不这么想，他不仅要挖，还要同时挖3条。布谢尔的计划疯狂到了极点，同时开挖3条隧道，代号分别为 Tom、迪克和哈利。逻辑很简单，如果德国人发现了1条，他们就会放松警惕，不会想到地下还有2条在同时进行。为了避开地下的地震仪，战俘们做了一个惊人的工程决策：深挖。他们没有选择在浅层作业，而是直接往下挖了整整9米，这相当于3层楼的深度。在这个深度，不仅可以避开地面的监听，还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沙土层。但这就引出了地下工程的3个致命问题：加固、通风和渣土清运。怎么防止9米深的沙土塌方？答案是床板。这群战俘把营房里能拆的木头全拆了，他们设计了一个榫卯结构的木质框架。在1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从营房里偷走了大约4000块床板，做成了隧道的支撑结构，以至于到了后期，很多战俘只能睡在用绳子交织成的吊床上。接下来最大的工程难题来了，渣土放哪里？前面说过，地下的黄沙一旦出现在地面，就是死路一条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战俘们发明了战争史上最著名的伪装策略——企鹅。他们在裤腿里缝制长条形的布带，布带底部有一根绳子连接着口袋里的销钉。每天成百上千被称为企鹅的战俘把挖出来的黄沙装在裤腿里，装作散步的样子走到营地的菜园或操场上，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拉动口袋里的销钉，黄沙顺着裤腿流出来，然后他们再假装踢腿，把黄沙混入表面的灰土中。就靠着这种蚂蚁搬家的方式，他们硬生生地运走了数以百吨的沙土。更硬核的还在后面，通风系统。在地下9米的深处挖一条长达100多米的盲端隧道，里面会有几十个人同时作业，没有新鲜空气，时间长了人就会窒息。这时候战俘营配发的克里姆奶粉排罐立了全功，战俘们把成千上百个奶粉罐切掉首尾，像管道一样套在一起，用沥青纸和从肉汤里撇出的油来密封，铺设在隧道底部。然后他们用木头、帆布和更多的铁皮罐手工打造了一台手摇式双向抽风机，这就相当于给隧道装上了新风系统，
一个人在洞口疯狂手摇，新鲜空气顺着奶粉管道被押送到隧道最深处的挖掘面。现代隧道工程师看到这个粗糙但极度有效的设计，应该都不得不竖起大拇指。时间来到1944年3月24日，3条隧道中，汤姆被德国人偶然发现炸毁，迪克被用来当作储藏室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最后一条隧道哈利身上。此时的哈利已经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微型地下工程，它的总长度大约是102米，深度是9米。它的内部呢是全部铺设木质轨道和滑车的。它的照明系统实际上是接了营区电网的电灯照明。耗材呢是总共用了4000块床板、1400个奶粉罐和1700条毛毯。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冰冷夜晚。按照计划，200名战俘将在那天晚上通过滑车，像发射鱼雷一样，一个接一个的被送到营地外的树林里。但工程总是有误差的，尤其是在没有经纬仪的地下。当一个人挖开最后的出口探出头时，他的心彻底凉了。隧道挖短了，按照地面上的心算，出口应该在森林深处，但实际上出口距离树林还有好几米的距离，完全暴露在附近守卫塔的探照灯视线边缘。这时候已经没有退路了，他们只能等探照灯扫过的间隙，一个人一个人地往外爬。途中还遭遇了隧道局部塌方、停电等一系列令人窒息的意外。原本计划1分钟送出一个人，最后变成了每小时只能送出10个人左右。凌晨4点55分，第77个战俘正准备爬出洞口时，一声枪响划破了夜空。德国巡逻兵踩到了松软的雪地，发现了出口，越狱行动被迫终止。最后有76人成功爬出了隧道，但由于正值寒冬，大雪封山，大部分越狱者很快在寒冷和饥饿中被搜捕队抓获。最后只有3人成功逃回了盟军控制区。而为了报复，希特勒亲自下令将重新抓获的73人中的50人交由盖斯泰堡秘密处决。从结果来看，这似乎是一场代价惨痛的失败，但从工程和人类意志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毫无疑义的奇迹。这群拿着汤勺和废铁罐的人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战胜了流沙、缺氧、黑暗和恐惧。他们挖出的不仅仅是一条隧道，更是人类在绝境中对自由最极致的渴望。就像战俘们后来所说，我们知道逃出去的希望很渺茫，但作为军人，给敌人制造最大的麻烦，维持我们的尊严，这就是挖这条隧道的意义。